朋友们，关于拟人化猫咪最简单的创建方法来了。现在我们可以免费生成完全一致的动物角色，同一个样子，穿着同一件衣服，直立行走在不同的场景中，演绎着各种吸引观众眼球的故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样一个149万粉丝的账号才发布了45个短片，凭借猫咪拟人化视频，竟然每个月的收入达到了3000美元。最厉害的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怎么样把多个动物角色合并到同一个场景中，怎么样改变图像种子号码里的1到2个数字，定向生成一致动物角色的不同动作姿势。而且我还要教会大家，什么样的提示词才最能生成你想要的结果，什么样的风格选择才最吸引你的观众。只要认真看完本期影片，你就能把你心目中的角色免费创建出来。先给我点点关注，马上带你上车。OK， 如果你没有故事大纲，我们可以借助 ChatGPT 帮忙。比如输入我想创建人形加菲猫在超市偷吃，被黑猫警长抓捕的故事，请为我提供6个场景以及对应的英文提示词，200个字以内，发送给 ChatGPT。很快呢 ，ChatGPT 呢就给我们创建了中英文的提示词了，一共是6个场景。OK，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创建我们的图像了。打开 Playground 网站，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在这里，普通人也可以像专家一样创建和编辑图像。鼠标移动到 Get Started 按钮，点击一下。登录页面这里，我们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登录成功，页面自动跳转到生成面板。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生成图像，把鼠标移动到左侧 Canvas， 点击一下。今天我要教大家使用的是 Playground 特有的画布功能，可以非常直观的在画布上依次生成图像。大家可能对这个生成页面有点陌生，没有关系，我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把鼠标移动到左侧，这里是 Image to Image 图像生成图像功能，今天我们不需要用到。滚轮往下滑 Filter 可以理解为风格，在 None 这里单击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不同风格可以选择。我们要生成一个真实的拟人化猫咪，所以我选择这个 Realism Engine。OK， 下面是 Expand Prompt 扩展提示词，这个功能是通过 AI 完善我们输入的提示词，让生成的结果呢更接近预期。但我这里不需要打开，因为人形猫咪的提示词我后面会非常详细的告诉大家。下面是 Exclude from Image，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否定提示词，保持默认设置就好了。大致的内容就是丑陋的、变形的、模糊的、扭曲的、多余的四肢、缺失的手指，这些都不要。Control Traits 控制特征，这里不需要用到。OK， 鼠标移动到右侧，我们来看一下 Model 模型这里，它的默认选项是 Playground Choices， 就是让 Playground 帮我们选择是使用 Playground V2.5 还是 Stable Diffusion SL。这个呢，我们就保持 Playground Choices， 让它帮我们选择就好了。然后是图像的尺寸，滚轮往下，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尺寸比例，比如短片的话，我们就选一个9:16的，576乘以1024。Speed and Quality 生成速度和质量，选择 Fast 快速生成就好了。Refinement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细节数量的设置，用来控制图像细节的，比如皮肤的纹理、胡子的细节。但如果这里的数值设置过高了，生成的图像呢就会扭曲、会抽象，所以一般推荐30到50这个范围就好了。我这里就用默认的40好了。Seed 种子，打勾是使用随机种子，如果有参考图像，那就取消打勾，把参考图像的种子号码粘贴到输入框里。这个功能很重要，我后面会详细讲怎么通过改变种子号码中的1到2个数字来控制图像生成的结果。OK， 下面是生成图像的数量，比如我单击选择生成4张，中间生成画布这里呢就出现了4个框。我们还是先一张一张的生成图像，
鼠标移动到生成框里面，可以单击移动生成框的位置。生成框的下面呢，就是我们的提示词输入框了，大家可以拿本子记下来哦。先来看看这些火爆视频里猫咪主角的样子，就是穿着衣服直立行走的猫咪，所以首先需要输入主角 anthropomorphic cat， 告诉 AI 主角是一只拟人化猫咪。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要加上 two animal legs， 2条猫咪腿，这样才是完整的人形猫咪形象，而不是猫头人身或者穿着我们人类的鞋子。然后是品种 Garfield 加菲猫，接着就是猫咪的衣服了。比如我想让猫咪穿着牛仔背带裤，那么我可以输入 A small cute cat is wearing denim overalls。 很关键的来了，仔细看这些猫咪主角的衣服都是没有 logo 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如果衣服上有 logo 的话，你很难在每次生成不同场景的时候都是同一个 logo， 主角衣服呢就不一致了，所以要在衣服的后面加上没有 logo， 也就是 without logo。 同样道理，背带牛仔裤里面不要衬衫 without shirt。 为了防止 AI 生成的猫咪穿上鞋子，我们还可以输入 without shoes。 接下来就是猫咪的动作和场景了，比如我想生成猫咪在超市里偷吃的图像，那么就输入 eating a fish in its mouth and standing by the supermarket shelf。 猫咪站在超市货架旁边偷吃食物。最后一定要加上的就是场景的详细描写，比如货架上有许多零食 Many snacks on the supermarket shelves。 OK， 提示词呢就完成了。具体的公式就是主角加品种加衣着加动作加场景。下面这个选项呢是快速查看图像预览，如果你的网速不是特别快的话，不建议选择，否则很容易会卡。OK， 点击下面的 Generate 按钮生成图像，可以看到在生成框的左上角有一个生成图像的时间显示。OK， 图像生成好了，生成框会自动平移到右侧，而提示词框保留了我们前面的输入内容，这个功能非常实用。比如，如果我对刚刚生成的猫咪不太满意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重新点击 Generate 生成了，不需要再次输入提示词，这是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根据上一次生成的结果，哪里不满意的就在提示词里直接补充要求，比如吃东西的动作没有，那我就在 eating 前面加上用手拿着食物 catching a fish in its hand。 当然还可以更详细，用右手拿着食物 in its right hand， 然后直接点击 Generate 重新生成。 OK， 这次生成呢，它的手呢就比较接近我们的货架了，但还不是我满意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生成框这里呢被挡住了，很简单，整个画布面板可以放大缩小，按住键盘 Ctrl 键，同时滑动鼠标滚轮缩小画布。当然还可以移动画布，按住键盘空格键，同时单击鼠标左键，光标会变成一只手的样子，就可以拖拉移动画布到方便我们操作的位置了。 OK， 这次我把提示词改一下， Fish 改为 Food 食物，然后点击 Generate 生成。这张图像就比较接近我想要的效果了。下面可以以这张图像作为参考，通过改变种子号码来继续生成。放大给大家看一下，看猫猫的右手呢就拿着一个食物了，而且它的嘴巴已经张大了，准备要吃掉了。画布右下角数字这里呢，可以直接输入缩放比例，调整画布的大小。OK， 把图像移动到方便我们操作的位置，鼠标单击一下最新的这张图像，因为我想猫咪穿着一条长裤子，我不喜欢短裤。怎么去调整呢？我们鼠标单击一下图像，然后鼠标移到右侧，可以看到这张图像的一些详细信息。在 seed 种子这里，直接鼠标单击一下 seed 种子号码，就成功把它复制了。然后鼠标移动到画布的生成框，点击一下右侧 seed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取消随机种子的选项，然后把系统默认的一个种子号删掉，把刚刚复制的种子号粘贴过来。关键的地方来了，
你现在点击 Generate 就会生成一模一样的图像了。教大家一个不需要改变提示词，但是可以生成大致相同但又有轻微不同的图像。我们把鼠标移动到右侧 C 的种子号这里，我们把最后的一个数字1改为3，或者改为5，然后再把鼠标移动到 Generate 这里，点击生成。我们看一下这样生成的结果是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我们的猫猫呢是同一个猫猫，衣服也是同一件衣服，但是它的牛仔背带裤呢变成长裤了，它手上呢拿的东西变成了饮料。这就是我说的大致相同，但是又有轻微的不同了。两张图像的种子号码只有最后一个数字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两只猫咪的裤子长短不同了，手上拿着的食物品种也不同了，但吃的动作和场景是一样的，是不是真的很神奇？不用改变提示词描述，只改变种子号码的最后一个数字，提示词中没有详细说明的地方呢，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拿着的 food 食物可以是小鱼，也可以是饮料；穿着的 denim overalls 牛仔背带裤呢，可以是长裤，也可以是短裤。OK， 这张图我是非常满意的，它就作为我的第一个场景。点击一下图像，图像的上方就出现了几个小功能按键，我们点击第一个按键，把图像下载下来。OK， 第一个场景生成好了，我们开始生成第二个场景。画布面板操作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把不同的场景分开来制作。把生成框拉到下一行。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在超市被人发现我们的加菲猫偷吃东西了，所以前面关于我们猫咪和衣着的描述都不需要改变，动作的描述呢就需要改变了。我们把偷吃的动作删掉，改成 running by the supermarket shelves。我想要生成的场景就是猫猫被发现了，然后它在货架中间想要逃跑。要注意的是，主角要一致，所以种子号码呢就要用我们第一个场景的图像了。把鼠标移动到我们第一个场景的图像上，单击一下，右侧 seed 种子这里，鼠标直接移动到种子号码上面，单击一下就复制好了，然后再单击生成框。可以看到呢，这里的种子号就是刚刚我们复制好的种子号了，是因为默认的种子号呢就是我们上一张生成图像的种子号，所以就不需要我们再复制粘贴了。OK， 鼠标移动到生成框下面的 Generate 按钮，点击一下，等待图像生成。OK， 猫猫已经放下了食物，而且也有一个跑的动作了。我把第一个场景的图像拉下来给大家对比一下，看是不是我们的角色就非常一致了。同样的衣着，同样的一只猫猫，包括它的身高体型都非常相似。但是我觉得猫猫跑起来的表情呢，可以慌张害怕一些，所以我在提示词的 running 之前加上一个对猫猫表情的描写 panic and fear， 慌张害怕的。我们看一下生成的结果，点击 Generate。结果呢没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明了提示词它对形容词呢它是不敏感的。我们可以在动作这里下功夫，比如让它跑得快一些，在 running 后面加上 fast， running fast， 跑得很快。OK， 点击 Generate。我觉得这一张呢就有一个很慌张的感觉了。它的两条腿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远，就是跑得很快的感觉。OK， 单击一下图像，右上角下载按钮单击一下，保存好我们的第二个场景，接着生成我们的第三个场景。同样的，把生成框拉到下一行，按住 Ctrl 键，同时按住鼠标的滚轮，可以缩放整个画布。如果你像我一样有一点点强迫症的话呢，你可以把每个场景都排列好你喜欢的样子。OK， 第三个场景呢，我就想设置成猫猫跑到了街道上，把 supermarket shelves 货架改为 on the street。同样，后面的场景描述也要删掉，改为 cars and office buildings are nearby， 就是汽车和办公大楼在附近。OK， 检查一下我们的种子号是不是一样的。种子号码呢是一定要保持一致的，这样我们的角色呢才会是一致。OK， 鼠标移动到 Generate 按钮这里，点击一下。
OK， 我们可以同时按住键盘的 Ctrl 和空格键，然后鼠标进行滚轮的放大画布或者单击的移动画布操作。然后同样的方法，根据我们这次生成的图像来改变一下提示词，更符合我们想要的结果。比如我把 nearby 改为 behind the cat， 就是想要汽车和办公大楼在猫猫的后面。OK， 我们仔细可以看到这里猫猫的手臂呢有缺失，所以我们要在提示词这里描述一下我们的要求，在 two animal necks 后面补充一下 two animal arms， 两双动物手臂。OK， 点击 Generate 按钮。这次生成的图像呢我就很满意了。OK， 点击一下图像，单击上面的 Download 按钮下载下来。猫猫呢就跑到大马路上了，那么我们的黑猫警长就要出现了，来捉捕它。把生成框拉到下一行，开始生成我们的第二位故事主角黑猫警长。生成好了之后，就可以教大家怎么把加菲猫和黑猫警长放在同一个场景图像里了。我们来看一下不同主角的提示词怎么变更。前面的 Anthropomorphic cat 拟人化猫咪是不需要变的， two animal necks two animal arms 也不需要变。后面的品种 Garfield 加菲猫就需要改为黑猫警长了，删掉，输入 Black cat police 黑猫警长。那警长肯定就不能是一个 small cute cat 嘛，不可能是小的可爱的警长，对不对？我们就把这里的形容词改为 serious，a serious cat， 一只严肃的猫。警长是穿着警服的，所以这里的 Daniel overalls 背带裤呢就改为 police uniform 警服。 Without logo 不变， Without shirt 就要改变了，因为前面已经要求穿警服了，警服也是衬上来的嘛。比如我这里就可以改成 without tie 不要领带，同样是不要鞋子的 without shoes 没有问题。后面的 panic and fear 慌张和害怕要删掉。动作和场景呢就不需要变了，同样是在街上跑，后面是汽车和建筑。注意了，鼠标移动到右边 C 的种子这里呢要删掉，不然的话生成的还是我们的加菲猫。勾选一下随机种子的选项。 OK， 鼠标移动过来，点击 Generate 生成。我们的黑猫警长很酷啊。我们点击一下这张图像，鼠标移动到右边，把 C 的种子号单击一下复制，然后点击生成框，在右侧 C 的种子这里取消随机种子，把默认的种子号删掉，把刚刚复制的种子号码粘贴过来，然后跟前面同样的方法，我们把种子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字4改为6，然后鼠标移动到 Generate 这里点击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呢，黑猫警长呢就变成了没有穿短裤了，他抬起来的手臂也画了，但是我想要显示警长的整个手，所以我在 two animal arms 的 arms 前面加上一个 whole 全部的意思，然后把鼠标移动到种子号码这里，我们把46改为50，就是让它的变化更大一些。 OK， 点击 Generate 按钮，它就张大了双臂。我们把画布面板缩小一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地方要提醒大家，因为后面我们需要把加菲猫和黑猫警长合并在同一张图像里面，所以在选择黑猫警长动作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逻辑性了。我把两位主角放在一起，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加菲猫在左边跑，那黑猫警长肯定就举着靠近加菲猫那边的手嘛，这样才有准备捉捕它的感觉。OK， 把黑猫警长的图像拖回来，因为还不是我满意的。点击一下生成框，如果你觉得几次生成的结果都不太满意，那就可以把鼠标移动到右侧，打勾选中随机种子，相当于打不过我就重开一局嘛。OK， 点击 Generate 按钮等待生成。这次生成的图呢，我就非常满意了。黑猫警长的两个手臂在摆动，很紧张的去捉捕我们的加菲猫。OK， 点击 Download 按钮，把它下载下来。接下来教大家怎么样把两位动物主角合并到同一个画面里面。首先把黑猫警长的图像拉上来，然后框选中两张图像，
把它们拉到空白的地方，方便我们操作。生成框移到旁边，把画布放大一下。我们的加菲猫呢就太大了一些，点击一下加菲猫的图像，然后通过鼠标去调整它的大小，让它的身高呢比我们的黑猫警长要矮一点点。然后鼠标移动到画布最上方的功能按键，这里有一个橡皮擦的图标，点击一下，选择第一个 Simple Eraser 橡皮擦功能，这里是可以调整我们的橡皮擦的大小。接下来就要把2张图像的中间场景擦除掉，需要我们非常有耐心，不断的切换橡皮擦的大小，包括2位主角手臂的小小的位置也要擦除掉。OK， 中间区域全部擦除掉了，按键盘的 G 键把生成框调出来，鼠标移动到最右侧，我们把生成框的尺寸调小一点，调成512×512吧。OK， 然后把生成框拖到图像中需要扩展的地方，注意参考画面越多，扩展的结果呢就会越好。建议黑色的区域不能超过 50%， 所以我们肯定不能直接在2位主角中间开始扩图，因为不管怎么样去调整生成框的大小，都没有大范围的统一参照物给到 AI， 所以我们要么从天空开始扩图，要么从地面开始。我们的提示词呢也是要变化的，比如我想从地面开始扩图，那我就保留提示词里面的 on the street， 把其他的提示词都删掉。OK， 把生成框拉下来，往右边一点，保证生成框里面有 50% 以上的原图作为参考。OK， 然后点击 Output 按钮，看我们的地面呢就扩图出来了。然后再把生成框往左边移一点，这个位置其实就很好了，因为右边都是马路，是用统一的内容作为参考。比如我把生成框再往左边拉一些，想让 AI 参考左右2边不同的内容来扩图，得到的结果我认为会没那么好。我试一下给大家看看，点击 Output 按钮，等待生成。看生成出来的结果呢，中间就多了一些不知名的物体。OK，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不知名的物体擦除掉。鼠标移到上面的橡皮擦功能，然后把不和谐的地方擦除掉。点击键盘的 G 按钮，调出生成框，也可以在提示词上面加一个 road 道路，然后点击生成。OK， 现在就不错了。然后就是用同样的方法，逐步小范围的进行扩图，也可以适当的把生成框拉大一些，再进行扩图生成。OK， 现在我们开始扩展天空，提示词这里输入 sky 天空，点击生成。后面的这个建筑物呢，它就全部扩充好了。OK， 再把左边这个小缺口也补一下。先把生成框拉到旁边，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突兀的东西，需要擦除掉。也可以使用橡皮擦的第2个功能，对象擦除，把需要擦除的对象呢全部的点选上。全部选中之后呢，点击上面的 Erase 按钮。OK， 就没有了，就变成了乌云，而且没有什么痕迹。加菲猫旁边绿色草坪呢也很奇怪，我们需要重新扩图一下，鼠标移动到上面橡皮擦的第1个功能，然后把奇怪突兀的地方全部擦除掉。OK， 按键盘的 G 键调出生成框，把生成框移过来，提示词这里改为 Road and Building， 就大路和建筑物。调整一下生成框的大小，框选中大片的地面和背后的建筑物作为参考。OK， 点击 Alt Paint 等待生成。为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调大生成框呢？因为它的周围呢，我们已经扩图完成了，所以它的参考物是很多的，所以就不怕这个框会变大了。OK， 非常不错，把生成框拉到旁边，鼠标点击一下图像，在图像的左上方有一个裁切的小功能，把边边我们刚刚扩图多出来的地方裁掉。OK， 点击 Done 按钮。
OK， 我们的黑猫警长呢就在追捕我们的加菲猫了。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就像加菲猫是从后面的超市里面逃跑出来，然后被我们的黑猫警长给逮住一样。OK， 点击图像左上角的下载按钮，下载下来。OK，Ctrl 键加鼠标的滚轮，缩小一下画布。我们的4个场景呢就都做好了。忘了我们是要做一个竖屏的影片，所以最后的这张桌布图像呢还要再扩图一下。就按照之前的方法，把天空和街道都扩图一下。OK， 最左边就多了一个屋檐，而且旁边乌云的形状呢也非常自然。再把右边再扩图一下。哇，这个建筑就好像高耸入云了。地面也扩图一下。OK， 我们的场景呢就全部都做好了。如果你有自己的图片想要编辑的话，也可以把鼠标移动到最上面的第一个功能，把电脑里面的图像上传过来，画布面板这里编辑就好了。最后我们把场景图按故事情节的顺序剪辑好，配上搞笑的音乐就完成了。给大家看一下成果吧。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成果。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未来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 AI 资讯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我是小发，给我个关注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